了啊。到完。我跟黑脸琵鹭是在1992年的时候，因为1992年的时候在台湾曾经发生过黑脸琵鹭被枪杀了，当时我是报社的记者，我去跑了这一条新闻，然后我认识他，那时候才认识他，所以因为认识他，知道他需要帮忙，因为当时全世界不到300只。所以这个数量已经是极度濒危的一个物种，快要绝种了，所以当时我就心想，我会摄影，我会拍照，把黑皮美美的照片我把它拍下来，然后借着我的图片，然后我到处去展览，然后到处去宣导，可能就会打动我们台湾民众的心。这么漂亮的鸟，你忍心杀它吗？你忍心打死它吗？所以我就想说，我来做这个工作。本来我想说，大概3、5年左右就可以把它拍出来，一套美美的让民众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民众都可以看得知道这种物种的可爱漂亮所以呢，我就努力的去拍它没想到这么一拍下来，竟然20年了，现在还在拍，所以我常常笑自己。可能我比较笨，一种鸟你就拍它20年，我们台湾600多种，我要拍几千年了，所以说我想说可以的话了一生做对一件事情就心满意足所以呢，我就想说不想其他的，努力的朝着我当初决定要将黑脸琵鹭最漂亮的那一面所呈现。正确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就这么样培养了这一段20年的感情。而在20年当中，我在台湾或是在各地演讲啦，或是推广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你是黑皮爸爸，小朋友说黑皮爷爷，一听哇，好像我融入这一个家族所以呢，心想的也蛮像的。讲实在，20年你养一个孩子，说不定他可以结婚了呢。结婚也会生个小 baby， 也会叫我阿公的爷爷一样所以小朋友代替黑皮叫我爷爷也一样所以我就好像真的融入在黑脸琵鹭的这个家族里面所以刚才爬得要命一上岛一看哇！小黑皮类队的站在林线上，告诉我欢迎黑皮爷爷来了所以呢，我也跟习总讲，这个孙子来了呢，孙子长大又上来了呢，因为孙总习总呢，在这一块这一个岛上，他也努力的经营的保护它，也这么多年，因为是我知道的是从07年。一直到现在已经6、7年了他在这一块方面的努力确实是因为我等于可以说我每一年都有来，除了去年因为身体检查的不好因为我得了一个大肠癌我是大肠癌第3期因为得知了，所以结果没来结果很不好意思的让我们刘市长亲自到医院去看我所以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跟黑皮有这么一段感情，而黑皮又拉着其他对他喜欢的人群来跟我搭上这个更好的友谊的情感，所以人鸟可以这么样，好像
不用语言就可以沟通的这么融入，所以老天疼惜我，给我这么大的力量，给我这么厚的感情，所以我一定会努力为黑皮再努力的。黑脸琵鹭是一种候鸟啊，它那个在春天的时候离开台湾，秋天的时候才要飞回去啊。那时候你们是不是在它要回去的时候特别关注它？今年能回来多少呢？我们每一年啊，都是中秋过后啊，就每天等待，每天会去看它，因为它去年在这里已经好几年都在这一个地区，我们都会去调查来了没，来了没，好像看孩子回来了没，就有这种心情去等待。一来之后哦，就看哎，今天有几只，明天又有几只，这种心态都盼望着它可以多子多孙的带回来。所以到隔年的3月，南风吹起，哦，开始要往北走的时候，我们又盼望啊，今天又走了几批，今天又走了几只，就这样的盼望着啊，然后就有消息来，因为我们有跟各地繁殖区的专家学者都有联系着啊，所以当第一次回到，比如在韩国，第一次回到韩国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联系啊，某某几号的哦，已经回到我们这里了。包括是他们系放的，还是我们系放的，因为有脚环，有系环，环上就有写名字。本来这一只144的是在布袋发现的，台湾嘉义的布袋发现的，啊，已经在那里1年没走，啊，今年又回到仁川了。他一看到就电话联系，啊，因为都有 GPS， 所以就可以知道今天到还是昨天到。所以这个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啊，原来他平安回来了。但是没带女朋友啦，没带男朋友回来哦，那表示他今年不结婚，哦，所以这种消息上就在于联系上，我们可以知道，哦啊，所以呢，一有消息就有想，摩拳擦掌的，想赶快找个机会啊，可以的话，我要去看他，为什么没交女朋友？结婚了没？还生了几个？就这样的心情上，每一年年复一年的就这样啊，一直看下去，这样你会兴趣不会减退，而且非常的乐意去做。黑脸琵鹭，它全世界有5、6个兄弟，5、6种品种。非洲琵鹭，澳洲2种琵鹭，皇家琵鹭、黄嘴琵鹭。美洲有美洲琵鹭，欧洲有欧洲白琵鹭，亚洲就黑面琵鹭。所以有这6种琵鹭，本来我认为6种很简单，应该都可以拍得到。所以呢，我第一站就到非洲去拍非洲琵鹭，因为我爸爸在非洲有设厂，做球鞋有设厂，所以我就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没想到在有94年的时候呢，因为要去那个国家公园拍非洲琵鹭，结果在一个上坡的时段啊，因为走全胎的爆胎，在非洲呢是开左边的，因为一个爆胎。左边是悬崖峭壁啊，因为我看悬崖峭壁一个爆胎，我们本人都会把方向盘往右打啊，结果往右打，车子因为一下子就转过来，所以变成2轮在跑，2轮在跑就整个翻滚到右手边的人家的牧场啊，牧场正好啊有每一根柱子中间都有铁丝网啊，所以一撞到铁丝网，就整个车因为有铁丝网绑住，所以少转了几圈。但是在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太太，我一部车6个人，我太太还有朋友的妈妈2个甩出车外，这2个甩出车外都走了啊！我跟朋友的2个兄弟，一个妹妹，4个人就用2部直升机把我们救走，因为整个车都砸了，整个车就只有我有安全带，我是司机，当时我是司机。所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故，让我非常的内疚，因为是我要到国家公园去拍非洲琵鹭啊，所以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过错，所以我对老婆很歉疚，所以当时差不多整年，我连相机都不敢碰，所以那时候我了解到，勇敢用嘴讲，用写很简单，实际碰到的时候。不
不是那么简单，要走出这个忧郁悲伤的心痛，确实要挺起胸膛，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之下，我想一想，老天把我留下来，就表示我工作没做完所以我想一想，就从哪里跌倒，我就从哪里爬起。老婆的1年的忌日的时间，我特地又飞到南非出事的地点去祭拜然后说我要站起来，所以我又特地到那个国家公园去拍非洲琵鹭，因为当时出车祸没拍到，而且又是兵折将的了所以想再去，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站起来，把非洲琵鹭也拍了，然后就回台湾结果隔年又到澳洲去拍澳洲的2种琵鹭，没想到拍完的时候，在澳洲的博斯机场等待回悉尼的机场的时候，在机场餐厅用餐，整套器材包括内衣内裤啦，整个都被偷走了，损失了70几万台币。所以刚又起步，怎么又碰到这么倒霉？所以那时心里的挫折感非常的大所以呢，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该继续下去还是不继续下去但是想说老天既然是要这样的磨练我，我认了所以从这2件大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还是咬着牙根，还是一直走，所以一直走到现在。现在是倒吃甘蔗，觉得非常的快乐，因为我的作品不用我再这么辛苦的到处去展览了，因为我们台湾的政府有在小朋友的课本上啦，在我们要出国的护照上啦，还有邮票上啦，都用了我的作品，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有达到我当初要做这一种可以全民化，可以推销黑面琵鹭到世界各地，让他认为这一种物种的保留这种物种的美丽保存下来让人家觉得它的美所以有达到我预想的目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欣慰假如当初我不做的话啦，半途而废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我老婆就白白的牺牲我那一段岁月也是白白的牺牲掉，所以呢，我就还敢蛮欣慰的所以这一点上是我现在的心情。还有今年第一次来，没想到这个刚才讲了，我们的小孙子竟然爬到这个林线上来，好像要欢迎黑皮爷爷来所以我一看到非常的感动，非常的亲切，所以这一点上是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好。